把卡在沙发缝里的手链取出时，眼前飞来一条弹幕：就因为这条手链，你会死得很惨。摸过手链的手被剁掉喂狗。看过这串手链的眼睛被挖出来泡在硫酸里。我猛地把手缩回来，转身去厨房洗碗，可弹幕又出现了：宝宝碗有他老婆的口水，谁敢洗掉？谁今晚就变成后花园里的肥料。我看着那个粉色兔儿宝宝碗，小心翼翼避开。这一刻，本来寥寥无几的弹幕突然猛增。他就这么水灵灵的避开了，绝对不是新人，一定是恐怖本大佬来养老的。不可能，我就没见过长得这么萌还这么强的大佬。我垂着眼皮子默默观察这些弹幕。这时男主人下楼，他掀开客厅沙发上的垫子，笑眯眯的将我们召集过去。哪个好心人找到我丢掉的项链了？今晚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。大家屏住呼吸，慢慢摸过去，生怕自己声音稍微大一点就会触发什么危险机制。昨天就有人因为看男主人的眼睛超过3秒，直接被一个怪物拉走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我垂下眼，一边躲避男主人的目光，一边打量着眼前踊跃的弹幕。明知道他会把这些小可爱全部肢解掉，但看着这张脸还是忍不住有生理反应。楼上的别3关跟着5关跑了。惨了，他们找到隐藏彩蛋才能安全活过今晚。但每一期的彩蛋都不一样，没人知道是什么。彩蛋。我看着弹幕寻找生机，但除了对我们几个女孩的评头论足以外，就再也没任何有用的信息了。一道冰冷的蓝色眸子朝我们打量过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么温柔的嗓音和我们说话。那条手链是我给小念的生日礼物，如果丢了，小念会生气。我不想看见她流眼泪，谁能找到她就是今天的幸运儿，因为奖励就是……我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变得急促了几分，谁都想成为那个幸运儿。奖励就是可以休息，直到解除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。大家的呼吸声彻底乱了，这和作弊有什么区别？这不就什么都不用冒险就能直接通关了吗？我看见身边的短发女孩轻启唇齿，用极其兴奋的声音私语着：难道这就是彩蛋？我猛地机灵了一下，我不是这里唯一能看见弹幕的人吗？雇主先生，我很早就听闻了关于您和您妻子的故事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也非常荣幸可以成为今天为您收拾屋子的幸运儿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干活特别仔细，所以只有我发现了您爱妻掉在沙发缝里的手链。看，我把它收得好好的，一点都没脏。所以你摸了它？男主人打断了他，弹幕刷新出一大堆白色蜡烛。惨了惨了，新人又少一个。听说他好像还是恐怖本前10面大佬在追的，前几天还在社交平台秀记录，说自己和别的新手不一样，拿下过 S 本的。你看过也摸过了，是吗？男主人突然一脸痛苦，看着女孩掌心里的手链。我的小念说的没错，一点都没错。他说一定会有人偷走我们的手链，用他最珍贵的手链才抓到你这个小偷。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恶心啊？不过我们说好的奖励不会少的，今晚的晚餐就由你一起准备食物吧。弹幕疯狂滚动起来。什么一起准备？明显短发女才是被准备的食物啊！深夜10点，男主人从地下室里出来，他的双手似乎在水里泡了太久，变得又白又皱。他把我们召集过来。谁来做今晚夜宵的分餐员？大坑啊！分餐员要是看见里面的东西下洒了汤，就会被拉去花园做华肥。不敢看。这些新人今晚又得死光。我一边发呆看弹幕，脑子一边飞快转动，思考怎么才能活过今晚，并顺利留在这具陌生女孩的身体里。我不属于这个可以靠副本闯关就可以发家致富的世界。几天前我还在为交不起房租而愁晚上睡在哪个公园里，可今天我可以坐在这个温暖的小别墅里，吃了2顿不馊不冷的热饭。我真觉得幸福得要死了。可就是因为这2顿饭，居然让我开始期待明天了。男主人的目光粘在了我身上。就你了，你过来当分餐员，你挨得最近。以前总因为个子矮被挤到队伍最后面，所以救助站里的饭发到我这里的时候就剩下残羹了。来到这里以后，每次分饭我总要坐在最靠近食桶的位置。没想到就是这个习惯让我变成了分餐员。这个萌妹子好淡定啊！我真的开始相信她是哪个大佬指点过的小情人呢。我捏了把手心的汗，只是反应迟钝，不是瞎子。我已经快要吓死了好吗？一人一勺子，不许把我爱人煮的汤给洒了。要是敢洒出来一滴，你就直接解雇。根据看见的弹幕分析，解雇在这个副本的意思就是出局。新人如果没有复活卡出局，就是真正的死亡。很显然，我这具身体和我一样穷，根本就没有复活卡这种高端的东西。我把眼睛探进餐桶里，花白的油水中若隐若现的漂浮着一些肉块，甚至有很多黑色的毛发随着沸腾的汤水不断翻腾。大家都战战兢兢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而我一勺子下去，就看见了一只残缺的断指，胃里顿时翻腾起来。我记得这个本子里没有这段剧情啊，你们没发现不对劲吗？好像为了防作弊，把后面的关卡直接改掉了。我看着这锅汤刚刚泛起的恶心突然消了下去。为了混口饭吃，我甚至帮人杀过年猪。我一眼就看出桶里浮出的脏腑是猪的，也许短发妹子她根本就没死。我将锅里的汤一勺一勺分下去，手稳到甚至可以帮老奶奶穿绣花针。我靠，这个萌妹子好强啊！我真的怀疑她可以看见我们的弹幕。萌萌老婆，希望你可以看见我对你的表白。
楼上的拜托你清醒一点。如果他可以出这个副本，身价至少是 S 级，副本奖励金额是好几期累计的，现在恐怕有100多亿了吧。他能看上你100多亿，有谁还要来要一碗吗？我不但稳稳的给大家分好了餐，我甚至还可以亲切的问一句。干完活饥肠辘辘的我咕咚咕咚喝了下去，果然是猪汤味的，啥都好，就是盐放多了。所有人用不可置信的目光盯着我，紧接着耳边开始哇哦的呕吐声一片。虽然这萌妹子完成分餐任务了，但是只剩下最后10分钟，今晚就结束了。这里所有的新人都没有找到彩蛋，可惜还是都得死。最后10分钟，我情急之下急了一下，男主人用冰冷的眸子打量我们。这是我爱人给你们煮的汤，你们吐成这样太不礼貌了。他的嘴角逐渐上扬，眼神若有若无地往我这边瞟过来。除非你们有幸能得到我爱人的原谅，不然你们全得死。说着，男主人用包含爱意的眼睛注视着那间禁止所有女佣踏入的神秘卧室。我们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看着那块禁忌之地，期待女主人能够下来，哪怕是和她求个情都好。时间1分1秒过去了，男主人开始微笑着磨刀，似乎在期待倒计时的结束。身边的几个女生已经哭得抱作一团。反正要死了，不如冲上去硬闯，找那个女主人求求情吧。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烈，而我看着楼上的房间，突然脑子一抽，朝磨刀的男主人说道：宝宝，花园里的肥料还不够多吗？今天的汤是我做咸了，你杀了他们，明天谁来当我的试菜人啊？要不今天就算了吧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我，满脸都是你活腻了也别拉着我们死啊！可是冰冷的蓝色眸子划过一丝震惊后，竟化成了一滩温柔的水。宝宝，不是让你别亲自下厨吗？累坏了吧？下次别给这些不长眼睛的东西做饭了，他们没一个配得上你的手艺。弹幕停滞了几秒，突然就炸了。靠！我没看错，还可以这么玩！死里逃生的第一天，我总算是幸存了下来。我有气无力地回到女佣寝室休息，可刚进去就被亡命之徒揍了一拳。你他妈的肯定作弊了！你是幕后策划还是员工？不然为什么死了这么多期大佬玩家，却被你一个新人知道了彩蛋？巨大的惯性将我死死刻在墙上，血腥味在我口腔里迅速爆开。我狠狠朝他啐了口血水，这猝不及防的恶心令他尖叫了几声。又是挨打，为什么不在原来的世界了？可我还是逃不掉被打的命运。另外几个幸存者也恍然大悟地瞪着我，怪不得你故意不去洗碗，故意不去清洁沙发，是你引导短发妹子发现的项链。从一开始你就是那个知道游戏规则和彩蛋的作弊者。是你害死了他，还有刚才分餐的时候是你故意坐在餐桶旁边的吧？我好笑地看了他们一眼。不是你们抢着坐了靠后的位置吗？他们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仿佛已经想到了什么很好的对策。我们这里实力最强的短发妹子已经死了，既然你的身份我们已经知道，从现在起你做什么我们就模仿什么，反正要死一起死。但是你想独吞奖金，不可能！诡异的铃声突然响起，广播声在寝室内回荡。夜幕已降临，请各位幸存者闭眼，迎接明天新的女佣任务吧。提示声如催命符，所有人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和一上床，却在这一刻，女佣的房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，一道毛骨悚然的笑声从门缝里挤进来。宝贝，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划过无数种猜测。你睡错房间喽！来不及确认此时此刻到底是哪一种情形，脚步声却已经落在我床边。弹幕比危险来得更快。他刚才承认自己是口油 boss 的妻子小念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他绝不能露出半点玩家的破绽。这个副本从开启第一天开始，就根本没有玩家见过这个男主人的妻子。按我测评孔游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完全可以断定他是个活不过今晚的萌新。冷汗从我的皮肤里不断往外冒，男主人冰凉的嗓音爬进了我的耳朵。宝贝，你该不会不是我妻子小念吧？不然你为什么要睡在女佣的寝室？你不是一向最讨厌被这些人触碰的吗？几个幸存者把头埋在被窝里假装熟睡，可我分明听见了有人在黑暗中幸灾乐祸地笑出了声。所有人都在等我死。我咕噜一下坐起来，黑暗中摸到了男主人的脸，然后狠狠地猝不及防地扇了他一巴掌。你明知道我睡在了女佣房间，明知道我忍着和他们相处的恶心和不快，我把以前在马戏团学的演技提了上来。可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？在可怕的沉默中度秒如年，下一秒冰凉的唇突然附了上来，那一刻我瞬间宕机。对不起宝宝，我错了，跟我回去吧，求你了。这可是老娘的初吻啊！弹幕立刻发来含骂量极高的问候。我操！难道这一巴掌把 boss 给打爽了？我记得这个 boss 制作组开发了20年，并且为了丰富人物，将他的隐藏关键词设计成了阴湿美人和病娇。怪不得男主人测验这么有冲击力，就连和这个人机萌女互动的时候都好磕。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，什么人机萌妹，那纯粹是我被吓傻了好吗？因为爹妈离异后都不想要我，所以从小在无情的社会中学会了逗乐卖乖和装疯卖傻。可我没想到，今天的我要靠假装别人的妻子才能活下去。我被 boss 打横抱起，他每往上踩一脚楼梯，我就离女主人的神秘卧室更近一步。怎么办？
到时候我和他妻子面面相觑，他一定会杀了冒牌的我吧。很快，那间从未有人进去过的房间就这么轻易的在我眼前打开，我紧张到快要晕厥过去。第一眼，我看见了小时候被爸妈丢掉的毛绒玩具；第二眼，是我童年时用过的闽南风格家具；第三眼，我鼓足勇气看了看书桌和床，确定所有角落空无一人，刚松了口气，却看见了又宽又大的阳台，这不得不令我联想到了阳台下变成化肥的短发妹子。大 boss 没有把我放下来，却像打量什么稀世珍宝似的，目光一寸一寸的从我五官上碾过，紧贴他鼻息的我不得不将头侧向一边，才能求得一丝凉爽的空气。弹幕画风突变，不是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，有点暧昧呢？难道萌妹不是玩家？她真正的身份是 NPC， 是 BOSS 的官方妻子小念。我了个惊天大逆瓜！我心脏猛烈跳动。就在我决定推开大 boss 的瞬间，林慕北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肩膀猛地一沉，耳边传来他声若蚊蚋的呓语。他脑袋紧紧依偎着我，像一个累瘫的牛马，静静地把头埋在我的肩膀，倒在了同样累瘫的我身上。等等，林慕北，这是我的名字啊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我这具身体也叫这个名字？困倦和疑惑相继爬上了我的眼睛，我靠着他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。等我再睁眼，天色竟已大亮了。我从床上翻起来，疑惑地看着自己新换好的丝绸睡衣。谁给我换的衣服？不是恐怖副本吗？为什么一个晚上无事发生？当我被无数困惑绕得头脑发胀时，一阵风从阳台灌进来，纱幔被缓缓卷起，露出了背后满满一墙的照片。我震惊无比地站在密密麻麻的照片前，每一张都是我。墙上的照片像放映机，迅速换过了我15年的人生。是5岁被离异后的父母，相互推脱后无家可归的我；是6岁在马戏团为了讨口饭而摔断腿扮小丑逗人开心的我；是10岁在学校里因为给不起餐费而饿到吃别人剩饭的我。我的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了下来，直至我恢复平静，才看见了藏在最角落的照片。幼年的我和一个俊美少年的合照，少年优越锋利的骨相与副本中的 BOSS 几乎一样。来不及等我细想，我眼前消失了一晚上的弹幕竟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直播画面昨晚是黑的？怎么回事？此时的我才回过神来，正因为有人切断了直播画面和弹幕，所以我才能睡得这么踏实。也许是沉浸在童年回忆里太久了，等我走出卧室时，天色已经有些晚了。我打开门，发现门口的餐车上放着我最爱吃的红烧秋刀鱼。我的妈妈还爱我的时候，她就经常做这2个菜给我吃，也是在后来没妈的日子里，让我疯狂想念的2个菜。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，缓缓送入嘴里。那一刻，食物的香气瞬间勾起了幼时最美好的回忆，伴着大颗大颗的眼泪，我吃完了这盘秋刀鱼，弹幕却已经在尖叫了。小萌星是来副本度假的吗？他的同伴去买菜的时候被一条街的诡异追杀，他竟然在这里悠闲地吃烤秋刀鱼。你们没听说吗？据说这个 BOSS 喜欢圈养猎物，等猎物放松了再一点点杀掉。弹幕说的我心惊肉跳，闯入 BOSS 家里的诡异也越来越多。有惊叫逃命的幸存者看见了我，幸存者立刻朝我跑了过来。原本没看见我的诡异转头朝我这个方向狂奔。副本生存规则第1条就是，只要你跑得比别人快，你就能从诡异的嘴里活下来。弹幕开始幸灾乐祸。他昨天只是运气好才苟活了1晚，但今天可就行不通喽。这些诡异们可没什么智商，都是见玩家就撕的怪物。我吓得腿软，玩命的逃窜，却一头撞在了扑过来的诡异身上。诡异张开血盆大口，躲在一旁的幸存者对我露出劫后余生的笑意。可下一秒，那诡异扑通一声就朝我跪下了。对不起，是小的眼拙，您都换上了睡衣，我竟还没认出来，您是 BOSS 找了10几年的童年玩偶。可来不及了，他的嘴巴被突然出现的男主人徒手撑开，紧接着就像掰火龙果似的，瞬间一分为2。不愧是 BOSS， 哪怕只是人类的身躯，却能让无数诡异一看见他就吓得四处逃窜。周围几个幸存者看到了这一幕，表情瞬间凝固，弹幕终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刚才 BOSS 在保护他，是萌新作弊了。不对，这分明是大 BOSS 在护妻啊！天花板的水晶灯突然黑了，怎么又看不见了？我心里划过一丝奇怪的预感，总觉得大 BOSS 好像认识我很久了。下一秒，他在玩家们吱哇惨叫的逃杀中，直直向我走来。好久不见，我是林牧阳。我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审视着他的脸，直到和记忆中美丽诡谲的少年重合在一起，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。原来你真的存在过，你不是我幻想出来的。2010年，我刚数完生日蛋糕上的5根蜡烛，爸爸妈妈就停止了争吵，他们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很久。送他去马戏团好了，年纪小，长大了想告我们，也对我们没印象，而且还能立刻换一笔钱。主要是他也太小了，连话都说不利索，去了马戏团会被打死的。行啊，那送你妈那儿去，也许你小情人心善，根本不介意你有个孩子。2人噼里啪啦一阵摔东西后，我瑟瑟发抖地看着林牧阳。小杨，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他眼里催满了不解。为什么不要你？
你那么好。铃木阳是我的幻想朋友，一次恶到出现幻觉时看见的诡谲少年，因为他说自己没有名字，还说自己是一个游戏里的残次品，随时都会消失，可能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同类的气息。我很快就把他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，可他说自己没有名字，于是我郑重地向他伸出了手掌心。你好，我是林木北。妈妈说北边的房间没有太阳，要不你做我林木北的太阳，一直照着我，让我一辈子都暖暖的好吗？不如我就叫你林木阳，好吗？少年没有立刻同意这个名字，可从那之后，我只要叫铃木阳，他就会出现。我当然还是被送去马戏团了。后来人类的所有基本需求都成了我完成任务的奖励，可若完不成任务，我就会被剥壳。若完不成任务，等待我的不是安慰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训斥，从此学不完的技能，还有一遍遍练不完的登岗表演，几乎就是我童年里最常做的事。有一次表演，我实在太累了，手脚发软没站稳，腿受了很重的伤，疼得没法好好站立。大家围了过来，眼神里和当初爸爸妈妈离开时的神情一模一样。这一次我抖得更厉害了，忍着疼拼命把受伤的腿站直，摇摇晃晃的，认真又努力的做起了最可爱的招牌动作。或许是我不想离开的样子太执着，或许是我努力的模样打动了他。马戏团的团长看着我轻轻点了点头。那年我8岁，没挣到钱，却为自己挣了一条命。马戏团的人走后，因恐惧而脱力的我再一次见到了铃木阳。我累了，突然很想交代遗言。小阳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，等我死了，你可不可以来地府接我？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幻想朋友的脸上看到如此骇人的表情，嗜血疯狂，毁天灭地。他在很努力地对我笑。你想要什么？看着他满是杀戮的眼睛，我不禁打了个冷颤。我想回家，想要爸爸妈妈，想吃妈妈给我做的烤秋刀鱼，还想要抱着我躺在香香软软的床上睡觉。如果不行，那我想和你走，想去你那个世界，因为这里太可怕了。8岁的孩子还能想要什么呢？就算是想丢掉自己的爸爸妈妈，那也是世界上最奢侈的亲人啊。他蹲下来摸了摸我脏兮兮的脑袋。怎么不可以？现在我就把你的爸爸妈妈带过来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我的爸爸妈妈第2天就真的来马戏团接我了，他们满心欢喜的接我回家，给我买了新衣服，还带着我搬了新家，在崭新的房间里放满了我最喜欢的毛绒娃娃。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他只是扯了一个很自豪的笑。钱，只要给你爸妈足够的钱就行了。那一刻我清楚的明白过来，铃木阳不是幻想朋友，他是真实存在的，只是没有人能看见他，除了我。就在我觉得一切都要慢慢好起来的时候，铃木阳像蝉鸣一般慢慢退出了我的世界。9岁爸爸妈妈各自成立了新的家庭，我又一次被抛弃了。此后10年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铃木阳，我又成了没人要的孤魂野鬼。太好了，画面又出现了。等等 ，BOSS 的头顶居然出现了80%的攻略进度条。这个萌新是什么时候攻略他的？怎么进度条一出现就要满了？我疑惑地抬起头，还是湛蓝阴冷的眸子，却不是我所熟悉的铃木阳。曾经幼态瘦弱的诡谲少年，已经变成了宽肩丰腰的薄肌性感男人。我安全了，他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紧张的快要咬掉自己舌头。你真的不会杀我？他宠溺的再次将我打横抱起，身后乱飞的诡异自动给他让出一条路来，直至卧室的门自动上锁。靠近床边时，我身子一沉，他整个人压了上来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小时候我睡你的床，长大了你睡我的床，这很公平对吗？我脸色涨得通红，这对吗？好朋友会挨得这么近，还叠着，冰凉的唇碾过我的额头后逐渐发烫。他一边往下一边哄着我。我们是好朋友对吧？可你第一眼却没认出我，是不是要补偿我这10年的亲亲？我脸上烫的可以烤番薯。这对吗？好朋友会亲嘴，还亲这么久。头顶的弹幕像池子里的青蛙。我死了！产房在哪儿？宝宝妈妈，我出生了！他冰凉的蓝色眸子像被点了火，我的沉默变成了容许他纵火的许可。铃木阳真的变成了太阳，差点在那时烧死我。这么多年我一直拿你当兄弟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害羞的在他耳边嘟囔了一句。虽然你有点姿色，可是这么多弹幕看着我。他尖尖的虎牙咬住了我的肩膀。知道了，我帮你关掉。唰的一下，弹幕又嗷嗷叫了。退钱！我要退钱！为了看你们的直播，我可是请假了的。被拉进这个副本的第3天，弹幕画风突变。你们猜昨晚他们干活干了多久？BOSS 最高纪录是手撕8个诡异，体力不是他的极限。怪不得小萌新还没起床，原来是昏过去了。我翻了个身，从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，浑身酸痛，一睁眼就看见头顶85%进度条的铃木阳露出一对虎牙，一脸讨好。小北，你喜欢我吗？弹幕猛地刷起了红色警告。别说喜欢他，可以和他走肾，千万不要走心啊！
昨天我们已经彻夜查了这个副本的攻略，该 BOSS 拥有独特的病娇攻略系统。一旦攻略度达到100，玩家将会被 BOSS 锁定一辈子，至死都无法逃脱他的掌心，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副本里。我犹犹豫豫地把眼神移开。我们是好朋友啊，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呢。等副本结束，你要经常来找我玩啊。林牧阳的眸子猛地一缩，你要回去。他没有伤害我，副本里还有吃有喝。作为和 BOSS 情深意重的童年玩伴，这里的诡异们见了我也都十分讨好客气，什么都好。可是我还是很挂念现实世界里还未完成的承诺。这10年里，父母在各自的家庭里很忙，后来又相继在意外中身亡。未成年的我被一个好心大姐姐资助到了高中。19岁，我拿着名校录取通知书，我满怀希望与命运拼搏，从阴沟里爬出来的19岁，却突然被拉进了这个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副本。林牧阳真的很好，可我不想把一辈子都关在这个只有林牧阳的副本里。一晃又过去了3天，今天已经是副本的第7天，也是通关的最后期限。我坐在他精心为我烹饪的菜肴前，却迟迟没有胃口。怎么，是我做的饭不好吃？那我亲嘴喂你好了。看着他一脸得逞的坏笑，我只好满是怨气的把碗里的汤喝掉。弹幕开始讨论我最后的结局。小明星没去攻略 BOSS， 可 BOSS 已经自我攻略到了99%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小明星可以在这个副本里活下来，那他就算拿了100亿奖金，也没办法从这个副本里活着回去了。因为一旦他想出去，病娇 BOSS 就会杀了他。我止不住的发抖，林牧阳却突然吻走我脸上的泪痕。可以说喜欢我吗？我不会杀了你。我抖得更剧烈了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弹幕上对我说了什么，我就像个无法拥有秘密的人，在他面前藏无可藏。在诡异的沉默中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餐厅后绕了过来。真是好笑死了，一个恋爱脑 BOSS， 一个蠢得要死的废物萌新，你们都去死吧！这100亿必须是我的！我胸口猛地钝痛一瞬后，在越来越模糊的视线里，我看到了手拿武器、全副武装的短发妹子。可她不是死了吗？林牧阳猛地冲过来，别闭眼睛！他打了个响指后，很快就有一股暖流注入了我的身体，逐渐丧失的意志力立刻得到了恢复。我靠 ！BOSS 把自己的血条分给他了，有什么用？最后还是被短发妹子算计了。他用道具在大结局卡点复活，在偷袭这个小清新。最后趁 BOSS 主动把血条分给小清新的时候，趁他弱要他命。果然是恐怖本啊！恐怖本怎么可能没大佬呢？100多个亿啊！等短发妹子杀了这个 BOSS 出来，他就是恐游结算榜的榜1了。林牧阳唇上的血色逐渐褪去，他就算是 BOSS 又怎么了？没有血条，他也会死啊！林牧阳，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这可怕的念头像惊涛骇浪席卷了我。血条没了会死的！诡异们前仆后继的朝短发妹子张开血盆大口，可她手里的装备实在太好了，还没靠近就被一枪一个原地爆炸。那一刻我突然什么都不要了，就算是要一辈子待在这里，也比林牧阳死在我面前来得好。他倒在我脚下，却还是偏执的问我，除非你说你喜欢我，竟然敢威胁我。可这次他赢了。是，我喜欢你，很早之前就喜欢了。林牧阳如愿以偿的轻笑一声，随后他头顶的进度条闪了闪，变成了100。攻略条满了有什么用？他的血条全空了，他的双眼有气无力的合上了。他骗我，他还是会死。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下一秒，怀里紧闭的眼睛却突然睁开。林牧阳勾了勾嘴角，一脸坏笑。谁告诉你 BOSS 只有1个血条的？好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我的眼泪还没干，又被他骗了一次。我去，这 BOSS 心眼子和蜂窝煤一样多啊！算了，果然其他都是浮云，小萌星才是他的真爱。一个响指的功夫，短发妹子手里的武器就自爆了。诡异们统统舒了口气。BOSS， 你要是再谈一会儿恋爱，我们可就全完蛋啦！林牧阳静静地走到他面前，嘴角勾出阴狠的弧度。女佣小姐，是不是第1天我就提醒过你了？我非常爱我的妻子，她厌恶过的东西是没资格碰她的。对了，刚才你是用哪只手伤到她的？短发妹子惊恐的后退，手忙脚乱地打开自己的武器库，还没等她翻出新的防身道具，手就像气球一样炸了。没用的东西，给你们玩吧。所有诡异们全部如饿狼扑食一样压了过去，连惨叫声都听不见了。幸存者数量1，第10轮副本结束，该副本已被玩家通过，现在将永久关闭。仅唯一幸存者林木北在5分钟内退出副本，奖金将自动。轰的一下，弹幕炸了。林木北，请记住这个名字，将是我们恐游界最富的富婆。姐姐看看我，我人帅声甜，力气大。楼上的别叫了，他出不去的。这个 BOSS 被设定好了病娇程序，他根本舍不得林木北走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。清北的录取通知书还放在我的出租房里，约好了和资助人一起吃饭的日期也将会被永远搁置。林牧阳看出了我的失落，留在我身边你不开心是不是？可我也没那么自私，
不可能眼睁睁看你离开这里。所以林牧阳闭上眼睛，冰凉柔润的唇附了上来，他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本来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，可你却给了我名字。本来我习惯了黑暗，可你让我见过了太阳。就让我消失在这个吻里吧。我猛地推开他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林牧阳启动了自毁程序，我连他最后的表情是什么都没看清。耳边传来冰冷的倒计时。BOSS 已开启自毁程序，现自动将您传送回原来的世界。我就像是做了一个漫长而真实的梦。从自己的出租屋里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那封来自清北的录取通知书正静静地等待着我。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，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是给了我这么多年资助和希望的心善大姐姐。我重新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笑容。没关系，什么林牧阳，什么恐怖副本，全都是假的。他是我童年的幻想伙伴而已，我不会难过的。我现在开心极了，真的完全没有失恋的崩溃和断崖式的空虚。叮，手机银行账户跳出来新的短信。尊敬的林慕北女士，现我行已为您升级成至尊 VIP 客户，已为您分配私人经理。失败。我数了数，100个亿。出了门，我走在盛夏炽热的柏油路上，却冷得瑟瑟发抖。100个亿是真的，林牧阳的死也是真的。我打开手机，后悔当初没在副本里拍下我和他最后的合照。喂，林慕北。身后有人拍了我，我却浑然不知。资助了你这么多年，头一次见面却这么不高兴。怎么是男生的声音？他在短信里不是一直说自己是大姐姐吗？等等，这声音好耳熟。我转过去，一对尖锐的小虎牙朝着我笑。好久不见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林牧阳，那个可以照亮小北一辈子的小杨。为了和你见面，我可是第一个死逃的恐怖 BOSS。喂，怎么不恭喜我啊？